沈家小少爷把李延彻掰弯后，李延彻才得知这不过是对方和兄弟无聊时玩的直男大冒险游戏，玩脱了。他真喜欢男人，恶心。李延彻识相的选择离开，却在半路撞见了沈简成的死对头。那个男生高扬着眉峰，脸上挂着慵懒的笑，开口问道：“要不你换个男人谈谈？”沈简成费了不少心思，才终于把李延彻掰弯。可就在李延彻答应他的告白没多久，手机上突然收到了匿名短信发来的群聊记录，玩脱了。他真喜欢男人，恶心。李延彻手指不停向上滑动屏幕，一点点弄清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沈简成会主动追求他，根本不是因为喜欢，只是出于和兄弟闲得无聊，玩了一场直男大冒险游戏。而他不过是沈简成选中的试验对象，一个被对方评价为走路骚里骚气、最有男童潜质的班长。对沈简成而言，这场追求就像拆盲盒，充满了刺激感，所以沈简成才会一步步靠近，再向他表白。李延彻找到沈简成时，对方正微俯在台球桌上，高挺的眉骨在灯光下勾勒出清晰的轮廓，指骨紧紧贴着球杆，胸口的十字架吊坠随着呼吸轻轻晃动，旁边有好几个女生举着手机偷拍，还一脸激动地和身边朋友分享着眼前的画面。李延彻快步走过去，一把将沈简成掀翻在地，紧接着对准他的眼眶挥出一拳，声音里满是怒火：“沈简成，你就是个混蛋！”他感觉自己像个傻子，被沈简成耍得团团转，血液瞬间涌上脑门，还想再抬起拳头，沈简成却已经反应过来，反手将他反压在地上，顺势坐在他的腰腹上，长腿卡在他腰侧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发什么疯？沈简成歪着头睨着他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李延彻怒视着对方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直男大冒险。”沈简成了然地点点头，本来还想多玩几天，看看你们这类人谈恋爱是什么光景，不过你既然知道了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他从李延彻身上起身，残留的体温还萦绕在李延彻身上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眷恋。可下一秒，沈简成抬起长腿，狠狠往李延彻腰部踹了一脚。他练过搏击，这一脚的力道极大，李延彻只觉得骨头都快散架了，不用想也知道腰部肯定会出现淤青。果然，沈简成看着李延彻白皙腰腹上浮现出自己留下的痕迹，眼眸微微变深，嘴里却说着冰冷的话：“两清滚吧！”李延彻没有丝毫犹豫，起身就离开了台球室。可他走后，台球室里却彻底乱了套。沈简成心情烦躁到了极点，直接折断了那把价值6位数的专属球杆。兄弟陈泽见状，连忙凑上前：“哥，心情不爽，要不咱们去天上人间玩玩？听说新来的公主挺嫩的。”沈简成咬着烟头，烟雾缭绕中，那双狭长的眼眸更添了几分压迫感。其实他对这些根本没多大兴致，但有件事他确实需要亲自确认。沈简成靠在沙发上，任由新来的公主一边揉着他经脉勃发的小臂，一边往他硬实的胸膛靠近。就在对方红艳的嘴唇快要贴上来时，沈简成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张脸，又是李延彻。最近每次和女人亲热，李延彻的脸总会时不时冒出来，难道男童这种东西也会传染？他这是被李延彻传染了。沈简成像触电般猛地推开身上的人，离开时还一路踹翻了桌上的瓶瓶罐罐，嘴里低咒着“C他个李延彻”，酒水洒了一地，场面一片狼藉。屋内的人都面面相觑，完全搞不懂这位小少爷又发的什么疯。李延彻在便利店买了一颗热腾腾的鸡蛋，坐在路边龇牙咧嘴地揉着腰上的淤青。沈简成那家伙下手是真的狠，揉到后来，他剥开鸡蛋壳，大口嚼着蛋黄，眼睛却忍不住泛起了诗意。沈简成一定不知道，对方追求他的那6个月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从小因为性格文静，李延彻就总被男同学联合排挤，他们说他长得娘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更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。直到上了大学，他遇见了沈简成。沈简成是沈家的小少爷，从小离经叛道，既龟毛又挑剔，却偏偏对他唯命是从。他大半夜牙痛，沈简成能从被窝里爬起来，顶着满头乱发陪他去医院。约会时他说想吃糖炒栗子，沈简成会一颗颗包好排在桌子上，还特意告诉他按顺序吃就不会烫嘴。沈简成以为把他掰弯是自己的功劳，可只有李延彻知道，他一直就喜欢男人，更何况面对的是沈简成那样温柔又热烈的追求。所以当沈简成向他表白时，哪怕对方说的话很简单，也深深戳中了他的心。能不能给我一个站在你身边，陪你一起经受世俗眼光的机会？当时李延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甚至一时冲动，鼓起勇气主动凑上去想亲沈简成。可沈简成却往后退了好大一步。那时他还傻傻地以为对方是被自己的举动惊到了。李延彻在心里暗骂自己：你真就一傻蛋！嗨嗨，情绪一激动，蛋黄直接噎住了喉咙。李延彻难受的不停捶着胸口，那模样活像农村里正下蛋的鸡，脖子抻得老长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递过来一瓶矿泉水，李延彻想都没想，接过来拧开瓶盖就喝了一大半，喉咙的不适感终于缓解了不少。谢话刚说一半，他抬头就看见了一张打过几次照面的脸，瞬间愣住了，是沈简成的死对头祁煜。李延彻立刻警惕起来，屁股一抬，往旁边挪了好几步，和祁煜拉开距离。祁煜是校游泳队的，留着利落的寸头，身高将近1.9米，还有着8块腹肌和紧实的腰腹。学校里不少人私底下都传他是男童天才，可李延彻对他本能的有些排斥，不仅因为祁煜看起来流里流气，还因为对方之前调戏过他。还记得上次校运会，沈简成被抽中参加男子3000米赛跑，跑完后体力透支，特意打电话让李延彻去接他。李延彻冲好葡萄糖水往操场赶，路上遇见一群正在训练的体育生，而且都光着膀子。他红着脸加快脚步想赶紧走开，手腕却突然被人攥住。祁煜脸下眼皮看着他，一颗小小的黑痣藏在薄薄的单眼皮褶皱里，嘴角还带着笑意。去给沈简成送葡萄糖水。李延彻早就听沈简成说过，他家和祁家是商场上多年的竞争对手，两人在学校里也一向不和，所以他对祁煜自然没什么好感。
皱着眉说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他想甩开对方的手离开，没想到祁煜直接伸手将他捞起来，用公主抱的姿势抱着他，还轻轻松松做了50多个上下蹲。李延彻像只朝天的乌龟，在他怀里拼命挣扎，可祁煜发烫的肌肉紧紧箍着他的胳膊，让他根本动弹不得。直到祁煜玩够了，才把他放下来，还饶有兴致地扫了眼他手里的葡萄糖水，语气随意地说：“抱歉啊，体力太旺盛了，队内又要负重练习，没找到趁手的东西。合着他是把自己当成训练器材了。”李延彻气得结结巴巴地骂道：“有病！”离开时，他还听见祁煜的兄弟在后面起哄：“煜哥看上人家了。”祁煜轻笑一声回答道：“哪能啊，人是沈简城的小媳妇，没看见巴巴跑去送不紧呢。”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，李延彻还是忍不住一阵尴尬，后背都冒出了汗。可祁煜却毫不在意，厚着脸皮在他身边坐下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全看见了，你男朋友打你呢。”沈简城那家伙多少有点不知道怜香惜玉了。李延彻用力捏着手里的矿泉水瓶，发出咔咔的声响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增加威慑力。“你就这么闲吗？专门跟出来看我笑话？”“谁说我看笑话？”祁煜反问。“那你来干嘛？来撬墙角的？”李延彻准备好的一堆反驳的话瞬间卡在了喉咙里，瞪大眼睛看着祁煜。只见祁煜高扬着眉峰，脸上挂着慵懒的笑，再次问道：“要不咱换个男人谈谈？”李延彻咽了口唾沫，刚想开口，就对上了祁煜的目光。对方嘴角一直带着抹邪气的笑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你懂的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李延彻迟缓的反应过来，这街溜子又在调戏他。干！他猛地从凳子上跳起来，指着祁煜一顿输出：“你费尽心思撩拨我，不就是为了让沈简城不爽吗？没用的，沈简城是铁直男，根本对我没有半点喜欢。他和我在一起，全是他和兄弟一场无聊的玩闹。”他彻底破罐子破摔，也不管自己的音量吸引了路人的目光，继续说道：“是，我是喜欢男人，但我就要被你们两个人这样耍吗？”积压在心里对沈简城的怨气，全都发泄到了祁煜身上。祁煜似乎没料到他会突然爆发，脸上的神色收敛了几分，变得正经起来，迟疑着想要开口：“你想有意思吗？”李延彻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，眼眶也不争气的微微发热。祁煜半张的嘴又合上了，半晌才无奈的笑了笑：“李延彻，你还真是什么？”祁煜没说下去，这让李延彻一路回宿舍的路上都在纠结，直到脚步踏上宿舍楼的台阶，声控灯亮起，他才发现墙角处靠着一个人，是沈简城。李延彻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来干什么？一看见沈简城，他腰上的疼痛感就又隐隐传来。他强装镇定，目不斜视地从沈简城身边走过，鼻尖却闻到了淡淡的酒精味，还没走出几步，手腕就被人抓住，身体也被按在了墙上。沈简城双手撑在他耳旁两侧，眼尾还泛着红，声音带着几分沙哑：“李延彻，你说我是不是被你传染了？要不然我怎么总是想着你？”李延彻赶紧伸手阻止他靠得更近，偏过头避开对方的目光：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沈简城低笑一声，手缓缓摸到他腰间的淤青，轻轻揉了起来：“还在生我气？我跟你道歉，不应该打你。你也知道，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爸妈，还没人敢动我。”他把头深深埋在李延彻的颈侧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：“李延彻，我们和好。”李延彻毫不犹豫地抬起脚，狠狠踹在沈简城的膝盖上，算是报复对方之前那一脚。沈简城吃痛，下意识松开了手。李延彻后退一步，冷声说道：“沈简城，从我看见那些聊天记录起，我们就没可能了。我不是在和你小打小闹，我们分手。”这时，声控灯超过了续航时间，楼道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视觉消失后，听觉变得格外敏感。沈简城没有说话，但李延彻能从他不稳的呼吸频率中察觉到他正处在爆发的边缘。“如果你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”李延彻说完，转身就要踏上台阶，后衣领却突然被人攥住。沈简城几乎是咬着牙，用尽全力将他的后脑勺按住，把他的脸死死摁在墙面上，语气冰冷：“别跟我横，你有病啊，沈简城，放开我！”李延彻拼命挣扎，可沈简城却不管不顾，强行扳过他的脸，狠狠吻了下来。李延彻被逼急了，直接咬破了他的嘴角，趁着对方吃痛松手的间隙，扶着墙角干呕起来：“李延彻，我让你恶心！”黑暗中，沈简城的眼睛里仿佛闪着火星。李延彻瞪回去，毫不示弱的反问：“被人强行喂食，你不恶心？”“是。”沈简城不怒反笑，后退几步，在台阶上坐了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，又恢复了平时那副闲庭信步的模样。他吸了一口烟，看着李延彻说道：“李延彻，你也就敢对我一个人横？如果是2个人、3个人，或者是一群人呢？”沈简城一手搭在膝盖上，修长的指尖夹着烟，另一只手撑在太阳穴处，颇为苦恼地看着他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李延彻停下了脚步，心里升起一丝不安。男人低低地笑了起来，声音里满是恶意：“李延彻，你告诉过我的，你告诉我，你害怕被团体霸凌啊！”说完，他还恶劣地吐出一口烟雾。这才是真正的沈简城，恶劣、阴晴不定，只是为了一场打发时间的游戏，就戴着温柔的面具接近自己，装得像个翩翩君子，还装得那么像，让他轻易就丢盔弃甲。刚开学的时候，李延彻和室友的关系就很不好，仅仅因为他用纸巾擦汗，室友们就一直看不起他。军训的时候，有个室友问起用什么防晒好，立刻有人笑着搭话，还故意把眼神瞟向他的桌面：“这你要问那个娘娘腔啊！”他们没有使用肢体暴力，但那些所作所为、所言所语，对李延彻来说就是一场精神上的霸凌。是沈简城一个人打趴了欺负他的5个室友，还不管辅导员和书记踢皮球，强硬的帮他换了宿舍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沈简城才有些生气的问他为什么不反抗，还能因为什么？李延彻跟沈简城坦白了，从童年起就伴随的阴影，让他本能的畏惧反抗。当时沈简城勾着他的脖子说：“没关系，以后由他罩着他。”
可现在沈简成却手握他的软肋，像握着一颗地雷，让他随时随地都可能踩中，然后彻底爆炸。那一夜，李延彻焦虑的几乎没睡，可他没想到，第二天校园墙就彻底炸了。他当初主动亲沈简成，而沈简成吓得后退半步的视频被人曝光在了上面，还有几张沈简成对他嗤之以鼻的群聊记录也一并流出。评论区很快盖了很多层楼，我就说沈家那位小少爷眼高过天，怎么可能会对给子感兴趣？果然只是玩玩而已。后退的动作是认真的吗？鬼知道我回看了多少次，笑疯了。配图，他逃他追，他插翅难飞点剧 PG， 前室友路过，开学刚打照面就觉得他很娘，一想到他可能意淫过本直男就想吐。偶点了，上次打饭和他对视过，我脏了。这就是沈简成给他的教训吗？因为他拒绝和好，就要给他毁灭性的打击。李延彻抖着手退出界面，强行压下心里的恐惧，照常去上课。这节课是体育课，没了沈简成的庇护，他一到场地，班上同学鄙夷的眼神就毫不避讳地落在他身上，还自发地绕开他，让他周围空出了好大一块地方。体育老师皱着眉喊道：“靠拢站好，干什么你们？”立刻有人大声回应：“老师，他喜欢男人，我害怕。”众人瞬间哄堂大笑。体育老师尴尬地瞥了李延彻一眼，不好过多探究学生的私生活，只能转移话题。废话少说，上节课教给你们的内容还都记得吧？这节课主要和搭档练习，争取期末考个好成绩。李延彻瞬间石化了，他的网球搭档是沈简成，当初也是和沈简成约好一起选这门课的。不远处，沈简成双手环胸抱着球拍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显然是在等着他去示弱。为了期末的学分，李延彻只好硬着头皮朝他走过去。沈简成，练习。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。陈泽大老远跑过来，喘着粗气说道：“哥，我来晚了，不耽误练习吧？”沈简成没顾上回应陈泽，只是对着李延彻轻蔑地笑了笑：“晚了，我有新搭档了。”他特意咬重了新字，然后和陈泽并肩走远了。周围立刻传来窃窃私语：“我靠你们看，出了这事给子还敢死皮赖脸贴上去，沈简成都不带鸟他的，真够惨的。”李延彻僵在原地，再一次成了校园里的风暴中心，所有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，让他浑身不自在。李延彻没再停留，找了个偏僻的角落，一个人对着墙面练习网球。可没打一会儿，心里的郁闷就涌了上来，他干脆蹲在地上，盯着地上的蚂蚁搬家发呆，耳边传来脚步声。李延彻抬头看见来人是齐豫，对方应该刚洗完头，发梢还滴着水，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甩了甩头上的水汽，才朝着他走过来。看这架势，目标分明是他。李延彻心里有点发懵，昨晚他才刚骂过齐豫，现在碰面难免有些尴尬。他下意识地像公园里吃饱遛弯的老大爷一样，没话找话的寒暄：“晨练啊。”齐豫抿了抿唇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语气认真：“以后你体育课我都来，我给你当搭档。”李延彻这才反应过来，齐豫应该是看到了校园墙上的内容，说不定头洗到一半就专门赶过来了。一瞬间，他心里涌上一阵暖意，忍不住在心里感慨：他真的我哭死，还有比齐豫更合格的死对头吗？就为了和沈简成对着干，居然还愿意牺牲休息时间来当他的搭档。于是李延彻站起身，眼神坚定地看着齐豫：“冲你今天这份义气，我跟你一结金兰，之后一定全心全意配合你，膈应死沈简成。”沈简成之前拿他当玩物，可再怎么说，男人都有几分占有欲，更何况是面对死对头的挑衅，沈简成肯定会生气。李延彻越想越觉得这主意靠谱，却没注意到齐豫听完这话后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齐豫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球拍，眉眼里还沾着湿漉漉的水珠，线条分明的俊脸上咬肌紧绷，语气带着几分隐忍的怒意：“李延彻，别逼我抽你！”李延彻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搞得莫名其妙，好端端的怎么生气了？李延彻讪讪的摸了摸鼻子，识相的闭上了嘴。接下来的几个回合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：齐豫根本不会打网球。无奈之下，李延彻只好停下来，绕到齐豫对面的球场，而齐豫还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，紧紧握着球拍，双腿微弯，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，催促道：“你过来干啥？继续啊！”显然是打上头了。李延彻无奈地指了指自己身后的灌木丛：“你自己看。”齐豫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几丛绿叶都快被他乱飞的球薅土了，枝叶散落一地。“你根本不会打，握拍姿势也不对，我这一整场下来，光替你捡出界的球了。”李延彻吐槽道：“别凶我啊！”齐豫耸了耸肩，语气带着几分示弱，嘴角却压着笑意：“我不懂吗？严老师，你教教我吧。”李延彻满脑子都是期末学分，没注意到齐豫又在趁机调戏他，还很认真地开始指导：“你看好了，看见球拍上这个斜面没有？你要把指关节放在这儿，再慢慢滑到底部。不对，是这样。”说着，李延彻伸手去纠正齐豫的手势，因为教得太入神，他没发现自己的脑袋正不自觉地往齐豫胸前靠，也没注意到球场上练球的同学都停了下来，频频朝他们这边看，更没察觉沈简成落在他身上那几乎要将人吞噬的阴郁眼神。他只觉得齐豫身上的体温好像越来越高，热气顺着空气传到他身上，让他也有些发热。刚想问齐豫怎么了，对方却不着痕迹地和他拉开了一点距离，脸上破天荒地露出几分羞赧：“大早上的别靠这么近，燥得慌。”李延彻有些疑惑：“今天有风，气温也刚好，哪里燥了？”他刚想追问，齐豫却伸手推了推他的后背，转移话题：“打球就打球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专心点。”说着，齐豫伸手想从他手里拿回球拍，就在这时，一颗旋转急速的网球突然飞了过来，不偏不倚正中齐豫的手背。周围传来一阵惊呼，李延彻猛地抬头，朝着发球的方向望去，猝不及防和沈简成对上了视线。对方就站在不远处，浑身像笼罩着一层冰霜，眼神恐怖的像是要吃人，那模样活像被人抢了心爱之物的猛兽。沈简成死死盯着他，足足有5-6秒，然后猛地砸了手里的球拍，头也不回的负气离开了球场。
心疼了。见李延彻愣愣地看着沈简成离去的背影，齐豫的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醋意。心疼的话就去追啊！李延彻回过神，上前一步想去捡被沈简成打掉的球拍，手腕却突然被齐豫拽住，你不准去。齐豫的声音有些粗哑，可脸上却带着委屈巴巴的神情，那模样搞得李延彻像个始乱终弃的渣男。我可是为了当你搭档才挨了那醋精一球的。齐豫揉了揉发疼的手背，语气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，你得对我负责，陪我去校医室。到了校医室，医生检查后说齐豫的手关节有点扭到了，李延彻帮他擦好药酒，用绷带包扎时，齐豫闲得没事干，又开始找话题聊天。李延彻，那群孙子欺负你，你为什么不反抗？哪怕生气也好啊。他指的是体育课上。李延彻面对周围男生的群嘲，却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。他们人多啊。李延彻垂着眼，声音有些低沉，要是跟他们打起来，我就成了所有人的对立面，会被彻底隔离出去的。现在这样，至少只是口头说说而已。只有常年被排斥在外的人，才知道努力维持现状，让自己不那么异类有多难，有多累。他就像沈简成说的那样，只敢对沈简成一个人横。可齐豫却皱起了眉，语气坚定，那又怎么样？欺负人还分人多人少吗？你拳头长来是干什么的？记住，以后不管对方有多少人，只要他们伤害你，你就直接一拳打回去，打得他们妈都不认识。来，往这儿打。说着，齐豫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李延彻有些犹豫，攥紧拳头轻轻倒了过去。齐豫皱了皱眉，鼓励道，力气大点，就当我是沈简成。李延彻深吸一口气，没给齐豫反应的时间，抡圆了拳头狠狠砸了过去。卧槽！齐豫咚的一声倒在木质长椅上，捂着胸口，表情痛苦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苦笑着说，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很恨他。李延彻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，却没发现他和齐豫玩闹的这一幕被窗外的人悄悄录了下来。从校医室出来后，李延彻和齐豫在半路分开了。齐豫对内还有事，而李延彻刚好饿了，就绕去了食堂的方向。一进食堂大门，李延彻就看到了两个熟人，沈简成和他的兄弟陈泽，两人面对面坐着，似乎在商量着什么。查到了吗？不远处，沈简成漫不经心地拨弄着面前的餐盘，看起来没什么胃口，声音冷淡地问道，谁给李延彻发的那些信息？还没呢，哥。陈泽压下心里的心虚，脸上挤出热络的笑容，话锋一转，不过我刚才看到李延彻和齐豫在医务室里打得正欢呢。咔嚓，沈简成手里的筷子瞬间断成了两截，脸色阴鸷的可怕。就在这时，一段视频录像被摆在了他面前，画面里李延彻正给齐豫包扎伤口，那张又白又薄的脸上，笑容灿烂的像个熟透的西红柿。好一个李延彻，竟然敢对别的男生笑这么开心。沈简成的眼神越来越冷，几乎要在视频里盯出窟窿来。陈泽偷偷打量着沈简成的脸色，心里暗暗窃喜，他喜欢沈简成很久了，却因为不敢说出口，一直只能以兄弟的身份待在对方身边，没想到最后竟然被李延彻捷足先登。凭李延彻那样的人，也配得到沈简成的关注。就在这时，陈泽的眼角瞥见食堂大门正好走进一个身影，不是李延彻是谁？他立刻添油加醋地说道，哥，要不我找几个人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不能惹的。沈简成盯着视频半天没做声，可那沉默的态度无疑是默认了。李延彻从食堂打包好饭菜出来，刚拐出门就被几个陌生的男生推搡到了附近的林荫小道里。这个点正是中午，大家要么去吃饭，要么回宿舍午休。小道里原本就没几个人，唯一的几对情侣见状也吓得跑开了。那几个男生二话不说，直接砸了李延彻手里的饭菜，然后雨点般的拳头就细密地落在了他身上。换做以前，李延彻或许会选择忍气吞声，可这一次他没有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没多说一个字，直接朝着为首的那个男生挥出了一拳。那几人显然没料到他会反抗，顿时怒了，下手的力道也更重了，拳头砸在身上的闷响，男生们的怒骂声交织在一起。可李延彻却像杀疯了的小狼崽，眼里满是倔强，他想透过这些拳头撕开笼罩在自己头顶的黑色幕布，为曾经被霸凌的自己，也为童年那个无助的自己挣出一片星空。所以他像不要命似的还手，哪怕鼻腔里有温热的血液流出来，也丝毫没有停下。最终李延彻还是因为寡不敌众，被人揪着衣领摁在了树干上。为首的男生抬起拳头对准他的脸就要砸下来，可就在下一瞬，那个男生突然被人一脚踹倒在地。沈简成出现在李延彻面前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语气却带着几分施舍般的冷静。李延彻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到我身边，以后没人敢这么对你。李延彻看着他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只觉得一阵恶心。他啐了一口，将嘴里的血沫吐在沈简成脸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滚蛋。沈简成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，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他从陈泽手里接过手帕，慢条斯理地擦干净脸上的血沫，语气带着嘲讽，其余那混子就教了你这些。李延彻无所谓的咧嘴笑了笑，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，用不着他教，是我自己心里早就想这么干了。他早就想和这些打着直男、名头、自命不凡的霸凌者干一架了。其余不过是推了他一把而已。很好。沈简成丢掉手里的手帕，抬脚狠狠碾压过地上的饭菜。在离开小道前，他回头看了李延彻一眼，眼神里满是威胁。李延彻，但愿你接下来的日子还能有这份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。李延彻朝着他的背影竖起了中指，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经过这件事，李延彻和沈简成算是彻底掰脸了。沈简成直接把他从心理小组群里踢了出去，摆明了要继续为难他。大新课的期末作业要求和小组一起拍摄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视频，李延彻一个人根本完不成，他愁得在好友列表里来回翻找，希望能找出1-2
2个愿意帮忙的人，可翻来翻去，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。李延彻开始有些后悔，或许当初他应该先忍一忍，等苟完学分再和沈简成彻底翻脸。他手指无意识地划拉着手机屏幕，无意间点开了校园墙，发现之前曝光他主动亲沈简成的那条帖子热度又上来了。一个 ID 叫“馋死我老婆了”的用户竟然怒回了几百条骂他的评论，这毅力怕是青年大学习都一期不漏吧。李延彻没忍住，点进去看了看，我就说沈家那位小少爷眼高过天，怎么可能会对给子感兴趣？果然只是玩玩而已。馋死我老婆了，是吗？你问问他现在肠子悔青了没有？后退的动作是认真的吗？鬼知道我回看了多少次，笑疯了。配图，他逃他追，他插翅难飞点巨屁句，馋死我老婆了，笑点这么低，可千万别在你爸妈葬礼上笑出来，免得被人打。前室友路过，开学刚打照面就觉得他很娘，一想到他可能意淫过本直男就想吐，馋死我老婆了，谢谢。我们家延彻眼光也挑，肥猪一般看不上，点了。上次打饭和他对视过，我脏了，馋死我老婆了。同上，建议你赶紧去洗眼睛，免得污染环境。看着这些犀利又维护他的评论，李延彻心里隐隐浮现出一个名字，可他不敢确定。心念一动，他没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人组队，而是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大新课视频作业缺人手，有没有志愿者来帮忙？发完后，李延彻特意设置了仅那个人可见，然后关了手机，躺到床上睡觉去了。第二天，因为没有早八，李延彻睡到了自然醒。他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了齐豫发来的消息，对方几乎是在他发完朋友圈后就立刻回复了：组队带我一个，差多少人？我队里一群兄弟都能来凑人头，为什么不回信息？睡着了？你该不会已经拉到人了吧？谁啊？哪个垃圾比老子动作还快？看着屏幕上一连串的消息，李延彻心里有些疑惑，如果齐豫只是为了报复沈简成，有必要这么时刻关心他吗？不过男生有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恶趣味。李延彻打算再观察一阵，看看齐豫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回复道：没拉到人，就你了。没过几秒，齐豫的消息就发了过来。好，看到那个轻轻的颜文字，李延彻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额头上仿佛挂着3条黑线，这和齐豫平时流里流气的样子也太反差了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李延彻经常去齐豫的宿舍，和他商量视频作业的内容以及拍摄细节。我想把视频主题定为围绕同性恋的心理健康，可以吗？李延彻小声地提出自己的想法，心里还有些忐忑。成啊！齐豫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顺手把一件自己的球衣丢给了李延彻。这衣服脏了，辛苦你帮我洗一洗。自从齐豫手受伤后，这家伙就开始变本加厉地使唤他，美其名曰知恩图报。李延彻每次帮他洗衣服，都羞耻的脚趾能在地上抠出一座豪宅来。上次齐豫让他帮忙洗衣服，他刚走到齐豫宿舍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齐豫兄弟的声音：豫哥，你最近洗衣服怎么总把球衣挑出来？咋的？球衣太薄，洗衣机容易洗烂。屁老子有人给洗。齐豫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。哟，有人给洗是单纯洗衣服，还是想把人勾过来啊？结果被勾过来，洗衣服的就是他。所以这次齐豫再一次把球衣丢给李延彻后，他的兄弟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李延彻，然后相视一笑，发出了像猴子一样尖锐的起哄声。李延彻气得抱着球衣就往外走，决定回自己宿舍洗完再送回来。齐豫他们宿舍这一窝体育生，怕不是都有点病。可走了没几步，李延彻就因为走神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，怀里的球衣掉在地上，写着齐豫大名的那一面就这么大拉拉的朝上。沈简成的瞳孔猛地一缩，他捏紧拳头，语气里满是质问：李延彻，你他妈竟然给齐豫洗衣服？李延彻弯腰捡起球衣，目不斜视的想从沈简成身边绕过去，冷冷的说道：不关你的事。沈简成却伸手拦住了他，一件球衣好像就让他彻底破防了。我看你和齐豫是越走越近了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竟然还给他洗衣服？李延彻被他这副审判的姿态搞得有些烦躁，伸手推开他：我爱给谁洗就给谁洗，就算给他洗内裤你也管不着。沈简成的眼神瞬间变得像寒霜一样冷，他死死捏着李延彻的手肘，不肯让他走。两人对峙了好一会儿，沈简成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语气带着几分视死如归的意味：这件衣服你一定要洗。其实洗不洗对李延彻来说根本无所谓，但他就是不想顺着沈简成的意，于是他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沈简成被他这副态度气得笑了，像是豁出去一般，猛地夺过李延彻手里的球衣：谁洗他妈不是洗？李延彻的嘴张成了大大的 O 型，眼睁睁看着沈简成找了个搓衣板，蹲在一旁恨恨地洗起了齐豫的球衣。沈简成从小养尊处优，哪里干过这种家务，更何况洗的还是死对头的衣服。球衣被他揉成了一团皱巴巴的咸菜，泡沫还打湿了他的袖口。洗到一半，沈简成抬头示意李延彻帮他挽起袖口，李延彻没理会，他突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意兴阑珊地扔下衣服，语气带着几分恳求：李延彻，你别天天和齐豫鬼混了，回来我拉你进小组。说完，沈简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名表，垂头看向李延彻时，眼里的怒意早已褪去，只剩下缱绻的温柔。上次出去玩，你不是说过喜欢这块表吗？戴上。李延彻愣在原地没动，沈简成又往前凑了凑，声音放得更柔：李延彻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和好，好不好？这已经是沈简成第3次跟他求和了。李延彻心里清楚，沈简成从来不是会轻易低头的性子。他以前养过一条藏獒，养了5年，可就因为某天藏獒护食时朝他呲了牙，他眼都没眨就把狗送人了。在沈简成的世界里，从来没有第2次机会，所以李延彻隐约能感觉到，沈简成或许是真的对自己动了心。可那些因为沈简成单方面冷战而施加在他身上的伤害，那些被当作游戏的真心，那些校园里的嘲讽与孤立，难道就能因为这几次求和一笔勾销吗？李延彻没有答复，只是扫了眼盆里的球衣，淡淡的说：洗好了就晾起来吧。他再一次落了这位沈家小少爷的面子。沈简成捏紧了拳头，转身离开时，宿舍门被他摔得震天响，整栋楼都仿佛颤了颤。李延彻很快投入到了大新课视频的拍摄中，他和齐豫
其余以及游泳队的兄弟们约好，在学校的池心湖取景，岸边养了不少野鸭野鹅，拍出来的画面会更有氛围感。那天李延彻去得很早，他蹲在湖边摆弄拍摄设备时，随手放在地上的相机包突然被一只体型壮硕的大鹅叼走了。李延彻反应极快，立刻冲上去抓住了大鹅肥美的翅膀，用力想把相机包夺回来。可那只大鹅像是护食一般，鼓着眼睛瞪他，双翅猛地展开，竟然追着李延彻满湖边跑。卧槽！救命！李延彻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生怕被大鹅啄到。就在这时，他远远看见齐豫带着一群人说说笑笑的朝这边走来。李延彻像是看到了救星，立刻朝着齐豫的方向奔过去。或许是跑得太急，他没控制好速度，直接撞进了齐豫怀里。齐豫下意识地搂住他，还顺着惯性调整了个身位，把李延彻护在了身前。可那只大鹅却没打算放过他们，对准齐豫的屁股就狠狠啄了一下。卧槽！齐豫疼得怪叫一声，搂紧李延彻的腰，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，脸色都白了几分。李延彻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心里有些心虚，小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齐豫在他肩膀上缓了好一会儿，脸色才慢慢恢复正常。可下一秒，他却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还怪软的。”说着，还伸手捏了把李延彻的腰，干老色批。李延彻又气又窘，一把将齐豫推了出去，心里暗自腹诽：大鹅快啄他！除了这场被大鹅追着跑的小闹剧，整个视频拍摄过程都还算顺利。拍摄结束后，李延彻主动提出请大家吃宵夜，毕竟齐豫他们和他不是一个学院的，友情出镜也不算他们的学分绩点，总不能让人家白忙活一场。夜市的小馆里，老板端来热腾腾的汤面时，齐豫很自然地捞过勺子，把李延彻碗里的葱花一点不剩的全挑到了自己碗里。李延彻心里咯噔一下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齐豫怎么知道他不喜欢吃葱花？回宿舍的路上，李延彻忍不住频频回头看齐豫，齐豫被他看得有些疑惑，停下脚步问道：“有事？”李延彻深吸一口气，故意摆出凶狠的模样，装腔作势地问道：“说，你为什么知道我不喜欢吃葱花？从一开始你接近我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速速招来！”齐豫看着他这副虚张声势的样子，忍不住轻笑一声。他突然伸手捏住李延彻的手，大手穿过他的指尖，紧紧扣住，那是一种十指相扣的姿态。齐豫的拇指轻轻摩挲着李延彻的指腹，语气带着几分玩味，又藏着认真。“大人，小的想和你成为这种关系啊！”李延彻瞬间慌了神，脸颊不受控制的发烫。齐豫这段位也太高了，他根本玩不过。李延彻正想抽回手，一道狠厉的拳风突然刮过齐豫的脸颊。“别碰他！”沈简成的声音里满是怒火。他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路边，眼神像要吃人。齐豫的眼神瞬间转冷，他松开李延彻的手，毫不犹豫地和沈简成扭打在一起。两人都是练过的，拳头落在对方身上时毫不留情，拳拳到肉。他们像斗兽场里不顾一切撕咬的野兽，眼里只有对方，仿佛不把对方打倒在地就绝不罢休。打架现场惨烈的让人不敢直视，地上甚至溅出了星星点点的血迹。李延彻顾不上害怕，冲上去拦在了齐豫身前。他看着沈简成即将落下的拳头，下意识地闭紧了眼睛。1秒、2秒、3秒，四周静得不像话。李延彻缓缓睁开眼，看到沈简成正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那双平日里多情的桃花眼此刻布满了血丝，唇瓣不停嗫嚅着，整张脸都在微微颤抖。良久，沈简成慢慢松开了揪着李延彻衣领的手，什么话都没说，转身踉跄着离开了。李延彻脱力般倒在地上，心脏还在狂跳，满是心有余悸。齐豫想过来扶他，李延彻却微微侧身，自己撑着地面站了起来，语气有些疲惫：“今天先到这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”齐豫的动作顿住了，他看着李延彻的背影，眼神复杂。就在李延彻即将走进宿舍门时，齐豫突然开口喊住他：“李延彻，我等你。”那一句话让李延彻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。回到宿舍后，李延彻想起垃圾桶满了，便拿着垃圾袋下楼去丢。路过宿管大爷的值班室时，大爷扶着老花镜，上下打量了他好几眼，开口说道：“刚刚那个叫沈简成的男生是来找你的吧？你不在宿舍，他在宿舍大门等了一天，一直守着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”李延彻愣了愣，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他走到垃圾桶旁，弯腰丢垃圾时，瞥见垃圾桶里有一个被踩得模糊稀烂的蛋糕，蛋糕上还插着一张皱巴巴的卡片。李延彻伸手捡起来，展开一看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字：“李延彻，生日快乐。”他这才猛然想起，今天是自己的生日。李延彻看着那张卡片，又想起刚才沈简成在路边时那张痛苦又压抑的脸，原来沈简成不是来闹事的，而是来给他过生日的。可偏偏沈简成看见了他和齐豫牵手的画面，所以才会失控动手。像沈简成那样骄傲的人，绝对不会说出“我等了你一天，只是想给你过生日”这种让他觉得挫败的话，所以他才会把蛋糕扔了，用愤怒掩饰自己的失落。可那又关他什么事呢？李延彻把卡片揉成一团，丢回垃圾桶，转身走回了宿舍。没过多久，李延彻拍摄的心理视频被老师选中，作为优秀作业在课堂上播放。视频内容很简单，讲述的是一个喜欢男生的主角如何克服内心的自卑，最终和另一个男生勇敢在一起的故事。画面的结尾是李延彻和齐豫的亲吻镜头，随着剧情结束，两人的身影渐渐隐退在黑暗里。其实这个镜头原本是打算借位拍摄的，可当时齐豫一靠近，李延彻就紧张的脸扭成了一团，频频笑场。最后齐豫没了耐心，直接摁着他的后脑勺，结结实实的吻了下来，才终于完成了拍摄。视频播放时，教室里议论纷纷，好恶心啊，竟然拍这种画面，李延彻怎么敢把这个放出来？给子就这么不要脸吗？这要是我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李延彻迎着满教室的冷言冷语，深吸一口气，一步步走上讲台。他扫视着台下的所有人，语气无比坚定，声音清亮：“是，我喜欢男人，
但从今往后，你们再也不会成为我遮遮掩掩性取向的理由。在我眼里，你们算个本儿。话音刚落，教室的窗户玻璃突然被敲响，李延彻转头看去，只见齐豫站在窗外，脸上还带着之前打架留下的伤痕，眼神却神采飞扬。他指着李延彻，停顿了几秒，然后对着窗户哈了口气，用手指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爱心。这个举动直接把课堂氛围推到了高潮，教室里的议论声、起哄声此起彼伏。李延彻走下讲台，坐回自己的位置，身后突然传来沈简成的声音，语气带着几分沙哑和不甘：“李延彻，你决定了吗？这就是你的选择。”李延彻侧头看向窗外那枚渐渐模糊的爱心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浅笑，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当然。”沈简成沉默了，他看着李延彻的侧脸，眼神复杂，有不甘，有懊悔，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释然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个被他当作游戏道具的人，早已在他心里扎了根。可他亲手把这份真心推给了别人，而李延彻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齐豫正靠在墙上，看着教室里那个坚定的身影，嘴角扬起了一抹温柔的笑。他知道自己等的那个人，终于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，而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